最与众不同的是，3个角全部都能拧下来。大多数的设计，现在目前大多数这个角能拧下来的只有1个角能拧下来，它的设计是3个角都能拧下来。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但是我感觉它那个支架设计的话不够牢固，所以我设计了一种。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柳叶大叔看世界，我是柳叶大叔。很久没有给大家拍开箱视频了，前几天刚刚购买了一个三脚架，今天来给大家开箱。首先在开箱前，我们做2点声明：第一，作为一个认知、生活和情感博主，开箱和评测只是我的个人爱好，除非特别说明，任何我拍摄的此类视频都不属于恰饭。都是我自己购买使用后的主观体验和分享。第二，因为不是专业的摄影博主，对摄影相关的器材并不十分了解，也只能从普通或入门级用户的角度去评测。到目前为止，我拥有过大大小小的三脚架，总共也不超过5个。最常用的是这个亚马逊的30多美金买的铝合金材质的，用来放摄像机。后来感恩节打折时，又花50、60美金买了这个碳纤维便携的三脚架放手机，还有一个原价将近1000美金曼福图的专业摄影三脚架，因为太沉太占地方，懒得用，到现在还没有拆包，还在放在家里吃灰。将来如果买专业电影机时，可能才能用上。所以对于三脚架来说，轻巧、便携、多功能。是一个特别不容忽视的设计理念。那么今天这个三脚架为什么吸引我的眼球呢？让我们一起边拆箱边慢慢聊。这个品牌 Neewer 是最近几年开始在美国市场流行起来的，他们做摄影相关的设备和一些零配件。他们是深圳的公司，但是好像不针对中国市场，在他们的官网居然找不到中文版。如果有国内的朋友知道这个品牌的中文名，可以分享到弹幕或评论区。这个三脚架的型号是 TP23， 是他们的旗舰产品，好像今年年初刚刚推出，居然在他们 YouTube 的官网都还没有视频介绍。我这个视频应该是国内外全网第一个关于它的开箱评测视频。那好，现在就开始开箱了。这个送的时候，包裹稍微有一点碰的，不过应该问题不大。哦，里面包装的很好，这有气泡保护，所有的东西应该都在它这个便携袋里。拿了小刀应该用不上，先放在一边。可以，这个袋子的质量还是挺好的。感觉里面挺厚的，而且有垫的，有海绵。这个就是主三脚架加上球头。这是中间的那个支撑杆，3个小的支撑脚，可以换掉它上面的3个主支撑脚，大的支撑脚。
OK， 剩下的小部件它都放在这个侧面的小包里面，很体贴，很贴心。然后这是肩带，上面有2个 L 型的杆锥，这个是可能是拧在中间，然后可以挂包的，挂包啊，你挂点水啊，可以增加稳定性。还有一个1/4英寸转3/8英寸的那个转接头。好像就只有这些东西了。这个是它的支脚，主支脚一共有4节。它这个最特殊的设计就是每个支脚都可以卸下来。我们把3个支脚全部卸下来看看。第二个，它这个螺丝是3/8英寸的那个粗的接口，看着应该是像是3/8那个标准接口。我开始有点担心它会用1/4的，1/4的可能会有点太弱了，所以3/8的还是挺好的。然后我们把小的这个支撑脚换上。OK， 这样的话，这个小的支撑脚你可以放在家里，放在桌子上放摄像机啊，或者是麦克风都可以。小的支撑脚只有2节。比较短小，比较精，做工很好啊。它这个整体全部都是由碳纤维做成的，碳纤维加上一些铝合金的接头，而且这个铝合金的部分都是有点抛光的感觉，很厚重，很厚实。这个小的脚是可以接在这个大的脚下面的，都是统一用的。这个要拧下来的话，用它这个配的这个配件就可以直接把它拧下来，我就不拧了，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把这个拧下来，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接上了，也是3/8那个英寸的标准的接头。而且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你把这个球头可以直接拧在上面，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了一根，或者你怎么用都行。这样用的话，可以用成一个延长杆，但是稍微有点粗哈，临时用一下是可以的。以我的经验来说，这个每一节都是可以拆掉了，你把这个松一下，一拔就可以拆掉。因为里面有些小东西，我担心会丢掉，所以我在外面评测就不把它拔出来了。但是你把它拧松以后，拧掉以后，一拔，这每一节都是可以单独出来的。所以我有时候用的话，我会用个1节或者2节这样用，就可以当一个 GoPro 啊，或者是 iPhone 的那个延长杆，在前面再加一个转接头、球头，小的球头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用整节用，你用1节、2节、3节、4节都可以。它这个最与众不同的是，3个脚全部都能拧下来。大多数的设计，现在目前大多数这个脚能拧下来的只有1个脚能拧下来，它的设计是3个脚都能拧下来。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可以把其中的2个，你在户外摄影的时候，可以当做登山用的手杖。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3个登山用的手杖。
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我看到有的网友在网上评论，他们买这个三脚架的时候，有的人会因为大部分的三脚架它都是只能拧下来一个脚，所以有的网友他会买2套三脚架，然后把其中2个可以拧下来的那个脚整合到同一个三脚架上，然后把另外一个三脚架变成3个都不能拧下来的，然后一个变成有2个可以拧下来，一个是固定的这样的三脚架。但是这种改的话，第一比较费时费力，第二成本会非常高，因为你要最少要买2套摄影三脚架，所以这点是最吸引我的。当然，它这还可以除了可以做大三脚架、小三脚架、桌面三脚架，然后还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一根，用一根来做它的那个，就是他们叫做 mono 的模式，单杆模式。你也可以在上面再加上这个延长杆，这个中间的延长杆也是只有2节，2段。OK， 你要想让它更长的话，可以把这个小的也加在下面，也拧在下面。好，所以一般的这种单独的杆有一个弊端，就是它不太稳嘛，不太稳，你必须用一个手来掌着它，即使你用一个手掌着它，也不是特别稳。但它这个设计就是特别好，把这个球头拧下来，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单个的支架啊，我也把它拧下来嘛，好吧，拧下来吧。它很多小配件都在里面了啊，它需要用的工具都在里面。这样把它给拧下来就好了。OK， 2面都是3%的引起的。你应该也可以反方向拧进去，反方向拧进去之后，这个就是一个3%英寸的接头，然后你就可以接一些球头啊，其他的配件，像是 iPhone 的东西啊。iPhone 的支架呀 ，GoPro 的支架呀，当然你可能需要用一个，或者是你自己买一个3%转1/4英寸的那个接头，可能更方便一点。用它这个你还是得转一下，大部分的因为那个大部分的接头都是1/4英寸的。好。哇，这样就很稳固了啊！拍摄一下，这样就很稳了。下面这个也是可以打开的，可以调整，然后可以调整成平直的状态。这样就更稳了。好，我们把它拆下来。这个小东西要立马，而且它这个做了有一个塑胶垫啊，两边都有塑胶垫，应该是做工很细致。感觉它这个螺丝应该是很沉，这个不是铝的，不是铝合金的，这个应该是不锈钢的。所以加固一下就用这个拧一下。OK， 已经很紧了。好，我们现在把球头给拧回去。所以你如果想的话，
就可以有一个非常长的延长杆，因为前面这个小的脚还可以放在前面，这样大概应该有将近2米吧。他们官方没有提到，但是我能想象的组合还可以把这个小的烟角，然后放在这个中间角上，也可以这样。看它小的球头能不能拧下来，哦，也是可以拧下来的。所以这种组合的话，就无穷无尽的感觉。小的球头也是3%的，但这个螺丝感觉就像是这个螺丝应该用的就是铝合金的，不是那个不锈钢的，下面也没有尖角，你可以自己买一个3%转1/4的，就可以做一个小的手柄。小的特别迷你的手柄啊，大概有20厘米左右。称一下重量。OK。带上下面的垫脚是70克。我们把垫脚去掉。去掉之后就只有53克了。所有的接头都是3/8英寸的标准接头。OK。中间的延长杆重量是115克。大的支撑脚加上圆垫是271克。去掉这个球垫之后是249克。这个是不锈钢材质的，其他的感觉应该都是铝合金材质的。这个球头的质量也是很好的，它好像可以支撑15公斤的重量。这个三脚架本身可以支撑20公斤的重量，这个球头可以支撑15公斤，应该对大部分应用来说都够了。除非你是特别专业的摄影，要用专业的摄像机，那样的话，或者是特别大的镜头，可能会比较逼近它的承重范围。除此之外的话，普通的非专业摄影，绝大部分应用都够了这个重量。好，球头的重量是296克。球头上有气泡型的水平标尺。固定。这个是控制，这个旋转是控制这个球的。这个是锁定这个旋转，360度旋转的。以它这个承重范围和它那个做工质量来说，这个球头如果单独卖，在美国市场上至少应该在$50以上吧，我感觉应该接近80到$100。小配件拍一下。
这个悬挂的是用的1/4的接口，可以拧在上面。2个手。好，我们把这个小的胶也加上。还不是很熟练啊，这样小的应该不用挂东西了，主要是你用这个用成大支脚架的时候，它如果不够稳定，你可以把书包挂在上面，或者是喝的水挂在上面，这样的话它会比较稳定一点。好，我们现在给大家读一下它的参数啊，它的重量应该是球头加上大的支脚，总重量是1.4公斤，承重量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承重极限是20公斤，球头的承重极限是15公斤。大的支脚的尺寸，因为有4节儿，大的支脚的尺寸是最粗的这一节是25毫米，然后下面是22毫米，再下面是19毫米，最细的部分是16毫米。这个中间的支柱，这个是22毫米。上面是19毫米，这个标准的储存尺寸是44厘米，不带中间的延长杆。如果你用的是小的话，小的支脚它的储存高度是36厘米。如果加上延长杆的话，可能可以延长个大概40厘米左右，所以它的极限是从36厘米用迷你的，从36厘米到71厘米单腿儿。加上那个球头的最低的高度是49厘米，它加上球头再加上中间杆的支撑杆的最小是70厘米，就像我说的，最长应该可以延长到2米左右。这个三脚架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设计，以及它的多功能。我看到好多评测说，真正专业的三脚架可能不会做这种拆卸型的，因为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影响它的稳固性。但是对我们这种非专业型的用户来说，这种设计反而是最便携的、最多功能的、最轻巧的设计。如果你想，你可以只带1根杆出去，你也可以只带2根杆出去，你就有手杖，还有一个支撑杆了。或者说你不需要大的，你就可以只带一个小的出去。而且支撑杆的这种搭配都是用的标准的统一尺寸，你可以变换出来很多，至少对我来说可能有5、6种变换吧。就像我说的，第一，你不用单独买手杖了；第二，你减轻了负重，出去特别是在户外摄影的时候，你减轻了负重。如果我是他们这个公司的老总的话，我一定会给他这个产品的设计团队颁发一个最佳设计奖。当然，作为一个对摄影器材刚刚入门的人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已经有过这种设计了。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设计，我相信可能将来会有更多的公司开始模仿这种设计，就是3个脚都可以全部卸下来，至少是你可以卸下来2个，因为很多摄影的朋友他可能都需要在户外的时候都需要一个登山的手杖。对了，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官网的原价是259美金，但是他们一直有打折活动。你如果在亚马逊买的话，我前几天买，他们有特别多的折扣，价格我不说具体数目吧，接近折掉30-40%吧，所以性价比是特别高的。OK。拜拜。刚才忘了提我买这个三脚架的另外一个
原因啊，就是因为我需要一个这个支撑杆放在我的支架上，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摄像机架在那个上面，或者是手机连同云台稳定器一起架在上面。这个是我自己改的一个设计。他们原厂卖的还有一种200块钱的一种背心，那个是他已经做好这一切支架了，但是我感觉他那个支架设计的话不够牢固，所以我设计了一种用2根铝合金的杆儿。因为这一根杆的话，铝合金的杆在单独买一根，在亚马逊就需要$40，所以我这样又省了一个$40买这个杆儿。它这个本来是这样穿的，是反过来穿的，因为这个是小的型号，它是这个是正面 ，Glide Gear， 我还是挺喜欢他们这个做的这个设计的。它还有一个更大一点的，然后面积跟后面那个背部的差不多大。你可以把 GoPro 啊一些小的运动相机挂在这上面。这个它主要不是针对大相机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穿，你自己再加上这些支撑的东西，就可以把它会变成一个跟它那个，卖了200多块钱，$200的那个版本的一样的功能的，而且我感觉很稳固啊。前面架上一个大的摄像机是没问题的。为了保险起见，我可能会把一个绳子用这稍微绑一下，再固定一下，但是已经很牢固了。而且我这个锁定是非常紧的，在亚马逊买的那个锁定它是旋转的锁定，如果你的负重比较大的话，它有可能晃来晃去就会晃松了。这种锁定扣的话，它自己不会变松的。而且你可以把它给锁定在任何长度。你需要离你近一点的话，你可以缩短一点；需要离你长一点的话，可以伸长一点。我现在只用了3节不到，而且它这个是4节的，要想更长的话可以更长。因为那个大相机的话，你这个拍摄角度如果太近的话，你镜头除非用那种14毫米的，我的是20毫米的自拍的镜头，是最小的一个是焦距是20毫米的，所以如果是离得太近的话，可能脸会特别大。然后你可以把它伸得远一点，伸得远一点的话，这样自拍的话会比较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拜拜。这次是真的拜拜。点赞关注，一起追寻幸福吧。